校门口蛋糕奶油，要超大一口，被你撞见实在太 low， 找一个理由，回家的路和你一起走。我的心跳就要被偷走，难过的时候就快躲到我的身后，躺在我左手，给你的爱随时空投，总是很担忧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只有你能拯救，在每个路口都跟着你走，不管飞船向左还是会向右，银河系最后只为你守候，想把你藏在左边的胸口，快来邀请我登陆你的星球，恒星才有闪亮的理由，你说你会偷偷的想我，那是心里最美的烟火，想要陪你到世界尽头，笑容软只为你全部保留，一直为你勇敢的执着，因为你点燃了我的小宇宙。我妥协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面对的人是我妈妈。除了养病的这段时间，我已经替他规划好了未来。我希望他能重回铂金乐队，能跟我走上更大的舞台。我以为他会拒绝的，没想到的是，他非常爽快了就答应了去公司面试。哎，杨哥，咱们编曲怎么变了呀？是重新编了。今天不是我唱。我回来了，以后多多关照。好久不见啊，身体好了吗？好多了，多谢。我上次见他，他是个假小子，头发这么短，没想到现在变成个漂亮大姑娘了。如果我的性别曾经让您困惑，抱歉。听说现在中性也是种时尚嘛。你的声音我始终难以忘怀，但是想加入海星娱乐，该走的程序还是得走，该面试面试，该试听试听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你怎么随时随地都在给我塞私货呀？开始吧。好，来，起来。怎么样？这是我第3次听他唱歌，头2次只觉得他嗓音独特，音域宽厚，但这一次越听越有滋味，越听越，你有那种整颗心突然间被人击穿的感觉吗？
有点意思。我真的很不想去参加那次试题，可是当音乐响起的时候，我又控制不了自己全情投入。那种感觉，就好像我还在我们的天空乐队，6个你，还有米娜。好像那一刻你们都回到我身边了。有时候我就想，也许我是替米娜在实现她的音乐梦吧。我的爱是那个心，为这一瞬间去等待10000年。或许你是在天边等待你出现。楚露的歌声不仅感动了丁总监，也让全公司的每一个制片人对他充满了希望。但是，我丝毫都没有察觉到一场危机正慢慢向我袭来。各位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又一个天后即将诞生了？你们这些搞艺术的，就是好激动，我不觉得有多好。我好激动，你懂不懂音乐？哎，老婆，冷静冷静。从专业的角度看，这样的嗓子和表现出来的灵性是可遇不可求的。从市场来看，国金乐队的国际品牌已经定型，这时候再加上一个主唱，会不会市场能够接受呢？那就单做，我愿意做楚露的制作人。高原未必会答应吧？而且事实证明，只有高原的歌才能让楚露发挥得淋漓尽致。那就只有双主唱了。双主唱，能不能这样？高原作曲，高原兼吉他手，主唱换成楚露。铂金乐队换主唱，这么重大的事情，公司应该召开股东大会吧？美国百纳唱片是公司的第2大股东，我是全权代表。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现在仅仅是铂金乐队的经纪人。高原是乐队的灵魂，他放弃主唱的位置，他愿意吗？即使他愿意，市场能同意吗？市场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会竭尽全力保证你的利益。你这么说，我没什么意见。关键我担心的还是高原。我有办法，我能把他捧上来，我就能把他踩下去。你有什么办法？雪藏。雪藏？什么叫雪藏啊？雪藏就是不再给他推单曲、发专辑，不再开演唱会，不再参加任何路演节目，也不让他参与任何的商业包装、推广、宣传，上任何的电视节目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让歌迷把他忘了，让市场把他抛弃了。签约时间越长，受到的打击就越彻底。这也太狠了吧！没想到你们音乐圈这么残酷，都是高原告诉你的吗？
高原什么都没跟我说过，这是他的经纪人Peter刘告诉我的。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在上言上，一旦高原被雪藏，博君乐队就完蛋了。我是乐队的经纪人，我将蒙受巨大的损失。只有你能阻止公司的这一次决定。只要你不签约海星娱乐，博君乐队的主唱就还是高原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。我会尽快找一家更好的唱片公司让你签约。好吧，我替高原谢谢你，我先告辞了。女儿啊，你千万别听他的啊，咱该签。我已经了解过了，海星娱乐公司是国内一家大公司，股东英国的、美国的、日本的，那说不准你一炮走红，一夜之间成为国际巨星呢。你听妈妈说话呢吗？妈，我不能抢走高原主唱的位置。不能，你能不能不说傻话呀？你知道吗？现在国内但凡有一点名气的歌星，办一场个人演唱会，那就要上千万，上一个电视节目就要上百万。妈，你不了解高原，他真的会疯的。他没疯，妈妈会疯的。他当初把你抛下来到北京，他有考虑过你吗？他考虑过你的感受吗？管过你的死活吗？妈，不是你跟我说，事业是男人的第一，是男人的命吗？傻丫头，妈妈是在哄你，哄你开心啊！什么事业呀、理想啊，这些都是假的，只有人民币才是真的。当初高原抛弃你，现在把主唱的位置让给你，你就当他在为你赎罪呀。对，就是老天爷在惩罚我，让我还自己的债。活该！你们这些男生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女生的心有多柔软。来，为柔软的心干一个。我记得那天我找丁总监喝了不少酒。差不多了吧？老丁，你这么来啊？来，坐，有什么就说吧。行，我想通了，让楚露当铂金乐队的主唱。喝醉了吧？要是不喝醉，我怕会改变主意啊。但是我有一条件。酒后吐真言，说吧。楚露只能唱我的歌。下一张铂金乐的专辑，我做监制，你就歇歇吧。行，这可以写到合同里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像一个乞丐，不对，我就是个乞丐。打从在成都南立交桥下唱歌的时候，我就这么认为。起初，我就是想把我的歌声分享给路人，
但是每次唱完歌，总有一堆钱在我脚底下，我就生气。你们凭什么把我当成卖唱呢？后来我一想，成都人都善良，这应该就是乐善好施的品德吧。这么想，我就不生气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楚楚吗？因为他懂我。他觉得我唱歌好听，我也觉得你唱歌很好听。屁话！你觉得我唱歌好听，你把我换了？虚伪！我就是虚伪，不虚伪干不了我们这行。来，就让你这个虚伪的老哥陪你虚伪的喝一杯。说的在理，别虚伪。先生到了。先生，兄弟还行不行啊？要不要送你上楼啊？行着呢。啊，等咖啡。哦，给过了，刚才那位先生结过了。付过。哎，姓丁的给你的。他的钱脏，我的钱干净，拿着。不是，兄弟，你真逗，这不都是百元大钞吗？啊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没有啊？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高远。你可以不认识我，这钱你认不认识？拿着啊，待会儿不给你不高兴了啊。得嘞，那谢谢您呢。哎，对了哈，刚才后座上这把吉他呀，我给您放后备箱去了，待会儿您记得拿一下啊。行，那先生，那我先走了哈。哎。不要你有什么用？啊！你不是说过吗？他只要能活着从头出来，你就什么都能给他。啊？不就是一个主唱吗？有什么不能给的？废物！
说实话，看到那一幕，我很可怜他。我好几次，我都想上去安慰他。也许是曾经的事情，我还没有办法忘掉。对，你说的对。我记得有本书上写道，女生初恋的伤情会背负一生，甚至带进坟墓，最后化身为萤火虫，给黑夜中的情侣带去光亮。挺浪漫的吧？挺恐怖的，从那本书上看的。我也忘了。你就编吧。哪有？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当然是拒绝签约海星娱乐，可是我妈，她自作主张去了海星娱乐，想替我。大姐，你有事儿吗？我随便过来看看。这是公司的工作空间，不是公共场所。这个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是这样，以前呀，我有个同事，好像在这里呀当什么老总，我呢也是顺路过来看看，随便看看。您说的不会是丁总吧？小姑娘，你太聪明了，我说的就是他。他在吗？丁总现在还没。哎，丁总监，有位女士找您。您是？我是楚露的妈妈。咱们办公室谈，好吧？好，是这样的，我是为我女儿签约的事啊来找你的。来，请坐。这大公司是不一样。坐。您是为了你女儿签约的事儿？对，你看我这个女儿啊，性格特别倔，也不太懂事儿。我已经批评她了，她也知道她错了，也想通了。你看这不让我过来跟您签合同。你女儿多大了？不大，还有几个月，刚好19岁。如果她未满18，作为监护人的父母是可以带她签约的，但满了18岁以后，就必须得有她的委托书，而且还要做公证。这样啊，那让她自己来吧。我年轻的时候在成都中唱工作，那时候我们经常去各种歌厅听歌，总府街呀，等等。我们特别喜欢一位唱邓丽君的歌的歌手，他把邓丽君的歌唱得惟妙惟肖。我们跟他从这个歌厅到那个歌厅，他好像在每个歌厅只唱2首歌。不是2首，3首。您跟他长得很像，莫非您就是？不会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不太像。还有人认得我，还有人认得我。这么大年纪，不会吧？
说不准。皮特辽知道楚他妈去了公司，他夜长梦多，所以急忙找了一家2流的唱片公司，试图劝说楚路签约。你这楚路很难搞的，自己拒绝跟海信签约，随后又让自己的妈妈去找姓丁的，真够有主意的。他妈的事先另当别论，但是我很肯定的是，不签约海星娱乐，肯定是他自己的意愿。但你说这档子事儿，孔总监找他3套了，那就不吐口。没事儿没事儿，我这不也期待着跟高先生合作吗？高先生，你跟海星那边合约到期，一定第一时间来跟我们90唱片谈，我这里诚意满满哦。好，我昨儿要不把你的难处都说出来，他压根儿就不会接受这份签约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该说的我都说了。他问我签约90唱片是高原的意思吗？我说 yes。你有没有脑子？你干的是什么事儿？行，不跟你们废话，你走。哎，别急嘛，有人来，坐下。合约带来了吗？带来。哎，你都不看你就签了？现在你安心了？为了证明自己坦荡，就让自己陷入困境，你这样扛得住吗？我不挺好的吗？2、4、6打工，1、3、5、7去公司训练，每周2次路演，锻炼演出经验。哎，路演的时间都快到了，小柔怎么还没到啊？糟了，我把手机调到静音，小柔早就来过短信了。雨生，楚露，对不起，公司临时安排加班，我不能赴约了，改天吧。小柔来过了。你来了，竟一窗之隔也不肯见我。不见就不见吧，你又何苦记得我最爱吃的蛋糕呢？哎，别这样，好友重逢，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。你们女生啊，非得搞得这么惆怅干嘛？雨生，小柔她没有原谅我。哪有这么多纠结？顶多就是不适应而已。你想，你从一男生突然变成一个美少女，连我看了都有点吓人，更别说小柔了，好吧？你常常这么哄女孩子开心吗？哪有？就是一跟你在一起，我就变得特别会说话。你常常跟小柔在一起，她一定也很开心的吧？我们之间就只剩拌嘴了。怎么可能？小柔那么温柔。她在我面前就会河东狮吼。你胡说！你再这样说，我去告诉小柔了。你。快到时间了，我得去路演。你先去看我路演，
结束之后，你陪我去找小柔吧。得。渐渐冷淡，人们庆祝狂欢，不知晓在哪站。气氛在被渲染，孤独开始弥漫，情绪不要被接管。放下动人情话，陪伴旧木吉他，未来的歌等我唱。带上我的骄傲，全副武装，勇气都向往着远方。我还在唱你给我写的歌，那些快乐怎么会不记得？有你陪伴，我才会温柔的成长。梦想海洋是放肆的歌唱，再大风浪不能辜负起航。可为什么我心底开始想你了？你说的他乡到底有多少荒凉？妈妈，我不怕，就算独自出发，背起了行囊，口哨会更悠扬。就在前方，你说的舞台到底什么模样？我逆着光，闭上眼就去飞翔。这旋律响起，是最大的奇迹，最大的奇迹，最大的奇迹。推开窗，瞭望阳光尽头的方向，在心上微风迎面吹来，好清凉。纸飞机在飞翔，去远方，随风轻轻地飘荡。突然发现时间变得很匆忙，成长改变了原来梦的模样。我只想还能像不一样，当初稚嫩的脸庞。发展的操场，作业没写完，未来多远，夜晚难免会感到彷徨。父亲的肩膀教会我坚强，渐渐成长，他却渐渐褶皱了思想。原来长大会孤单，会觉得不安，所有成长的心酸却要自己担。原来长大会孤单，会觉得不安，从前那些以为简单，也慢慢变得不简单。原来长大会孤单，会觉得不安，所有成长的辛酸却要自己担。原来长大会孤单，会觉得不安，从前那些以为简单，也慢慢变得不简单。他会孤单，会觉得不安，所有成长的辛酸却要自己担。